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今天回忆一下我在小时候去街机厅的故事啊。我记得大概在我上5、6年级的时候，街机厅开始在北京风靡起来的。那个时候大概是90年代初吧，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将、恐龙快打、快打旋风，我们那个年代玩的街机厅，那个街机质量都是非常的次，按钮齐不齐不说，那有的时候一个摇杆的斜上都搓不出来。没有斜上，你玩街霸是非常痛苦的。我去过一个游戏厅，那儿的街霸左边的1P 就没有斜上，但是你投了币之后，你按2P 的开始又没有用，你只能从1P 开始玩。当我玩了一会儿之后，还凑凑合合能打败电脑，然后右边就来一个坏小子投了一个币跟你对战，他右边的方向键是全的呀，然后一会儿就把我打败了。等过了一段时间呢，这台机器又没人玩了，然后我只能再从1P 开始打，打了没有2分钟，刚才那个坏小子又来了，又投币跟你对战，哎呀，真是能把人气死。后来我发现这小子用现在的话讲就叫老六，他看谁在这玩主机，然后就过来跟你挑战，反正你主机的方向键也不全，他很容易就能打败你。那个时候游戏厅已经开始风靡街霸2了，甚至连降龙这种版本都开始出来了。当时谁知道街霸里的这些角色到底叫什么呀？龙、肯，我们都叫红人、白人、美国大兵、青狼、中国小妞啥的。而且呢，这个名字在不同的片区还有不同的称呼。我知道在北京的其他的区好像就有管红人、白人叫红枫、白枫的啊，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奇怪的名字，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啊。但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街霸的这些角色是怎么搓招的，有几个人能发出波动拳就能引起众人围观了，还有几个能发出升龙拳的，那已经是街机店里的高手了。你经常能听到这些熊孩子一边发着升龙拳一边喊好有梗好有梗啊，反正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随着大家玩游戏时间长呢，各种奇怪的招数也就来了，比如说8人街霸的各种 bug。我当时目瞪口呆看我旁边一个大哥在那表演骨裂的各种粘人啊、无影摔啊。他为了炫耀自己，也不知道连续输入了一套什么按键，直接把游戏机给玩黑屏了啊！也可能是按了电源键，然后潇洒的一摆头，大步流星走了。游戏厅里一帮小学生，还有一帮初中生凑在一起闲杂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当时大概也就5、6年级吧，然后有一个比我大的孩子玩游戏玩的没钱了，直接过来跟我说：“哎，借我1毛钱。”身高比我高1个头，那时候怂啊，我也不敢说不借。那小子直接从我兜里掏出1毛钱。我还跟他说：“你以后还我啊。”他说：“行。”哎，我们以后再也没见过面。这种事呢，在那个时候是经常发生的啊。小学的时候，记得游戏厅是1块钱5个币，2毛钱一个。当时家里给一点钱就不容易了，好不容易攒了几块钱，那平时下课都跟着同学一起去。那个时候我自己叠了一个钱包，把自己平时攒的一些零钱呢都放在里面。我就在那个游戏厅里面玩街霸，把币投进去之后，我把钱包顺手就塞在我衣服的侧兜了。等我打完这一局，我发现钱包没了。那个钱包里我可攒了5、6块钱呀。那时候5、6块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什么呢？游戏厅的一个币才2毛钱一个。过春节的时候，家里亲戚给的最多的压岁钱才是10块钱。然后还有平时零散没有舍得玩的几个币，我也放在那个钱包里了。除了这些呢，还有平时攒的几张贴画啊、什么卡片什么的，整个钱包全没了。所以这几块钱和这么多东西的丢失，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哎，偷钱包的那个家伙真是过了一个好年呀。街霸的各种改版出来以后呢，比如说有这种能在空中发波的，更变态的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降龙啊、屠龙。像这种改版呢，我一般是不敢碰的，因为你要操作好，可能上来1秒就能把对方打死。如果你倒霉上来碰到了白人或者红人，那你可能1秒你的币也就没了。降龙和屠龙出来以后，各种奇葩的招数也出来了，比如说选中本田，摁住前连续发前手，或者选布兰卡把人逼到墙角连续电。那个时候比较稳妥的一种玩法呢，就是选用桑基尔夫，上来就往上跳，然后在空中旋转，它可以反复跳好几个版面，这个相信大家都熟悉吧。然后走到跟对方同一个位置上，你就疯狂的转摇把，连续摁拳，就能空中无影花坐，哎，真的非常爽啊！但也不一定啊，你碰上龙和肯可能还是没戏。除了这个呢，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禁止吃包子，哎，是不是唤起了大家青少年时候的回忆？哎，三国志2啊，太经典了。三国志2我的水平一般只能打到第2关的赵氏兄弟，最好的记录也就是打到夏侯惇，从来没有过去过。所以在游戏厅我从来没有吃过包子啊，也就没被老板骂过。有的时候老板不注意，我看别人吃包子，一般他们都得2个人配合，一个疯狂的转摇把，另外一个疯狂的摁连击，这样才有可能在吃包子当中获胜。
比较有意思的一次是我跟几个同学去一个比较偏远的游戏厅，到了那儿呢，发现有一台少见的可以4个人一起打的名将，而且那个游戏厅的币还特别便宜，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买了20个左右的币，4个人一起虐 BOSS 呢，别提多痛快了。加上我们的币又多，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后勤补给充足。等名将打通了，每人手里还剩了10几个币。当时我奶奶家附近有一个游戏厅，那里面有一款我特别喜欢的游戏，是一款打妖怪的游戏，在各个国家打不同国家的妖怪，比如说在中国打僵尸，在日本打独眼怪物，在欧洲打恶魔等等。这个游戏呢 ，1P 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一头金发，身穿蓝色的衣服；2P 呢是身穿红色。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妖怪的设定，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音乐写的也特别的优秀。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就叫 Demon's World。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见过啊？后来就为了找这个游戏，当我有了 FC 之后，找了很多就是打妖怪的游戏，比如说恶魔城啊、魔界村啊。但是在我大学之后有了模拟器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找到了这个游戏。我当时还是在西单那些卖盗版盘的里面淘到了一套4张盘的街机模拟器，里面有上千个游戏。我觉得那个游戏就应该在这些盘里面，因为是街机嘛，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我就一个游戏一个游戏的试。大概找了好几天，我终于找到这个游戏了。哎呀，当时特别兴奋啊！现在我的街机模拟器里还一直保留着这个游戏。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游戏，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去陶然亭公园里面的一个游戏厅，在那儿呢，我玩到了一个很少见的背景音乐是唱歌的游戏，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现在知道了，叫超能力战士。它的主角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麻宫雅典娜。麻宫雅典娜呢，在1986年就登场了。2P 呢就是包子小哥啊，我不知道应该念锤拳虫还是追拳虫啊，他这个名字我怎么看都觉得那么别扭。后来呢，这个游戏也在我的4张模拟盘里找到了，那是少年时代的回忆。等我上了初中之后呢，街机厅的水准就越来越高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西单的顶层，在那儿呢开了一个大型的游戏厅。相信呢在北京南城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熟悉那个地方啊。那里面我记得大概有4台吧 VR 赛车，那应该是我玩的第一个 3D 游戏，那种第一次进入3维世界的那种震撼感呀。还能换视角，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戏啊！从2D 到3D，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熊孩子来讲，这是一个时代和科技的变迁。但我记得那个游戏好像挺贵的，要投2个币，一个币是多少钱来着？2块吧，我忘了啊，记不清了。那里呢还有当时可以坐在驾驶舱里操作的一个3D 的飞机，那个游戏我只玩过一次，玩一会儿就坠毁了，不会操作。另外呢，我还记得旁边有一个大屏幕的 NBA 的游戏。我呢到那儿好像就玩一些街霸呀、飞机的游戏，然后有钱的时候玩1-2把 VR 赛车。那个游戏厅里还有一个打拳的游戏机，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看那种你打一拳有多大力量的那种游戏机。那个游戏里呢有5个级别，你可以随便选。最简单的呢是打一个流氓，一般人呢1拳到2拳就能把他打败，力道大概是90到100左右吧，我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平时见到力量比较强的人也就敢挑战第3关。但是有一次我真见到有一个家伙把第5关的星球给拆了。那次呢是看到一个满脸横肉，浑身特别魁梧，他那个长相啊，你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善茬。我记得当时他好像2拳就把那个星球给拆了，看得周围的人目瞪口呆啊。我在这个游戏厅里面有过一次非常惨的遭遇，那应该是初1或者初2的时候，我当时跟初中的一个同学来游戏厅玩，那天特别幸运。是周1，而且我们学校放假，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游戏厅里面人特别少。我跟我那个同学呢，在里面好像玩了几个游戏，然后就坐在 VR 赛车那个地方开始聊天。初中生嘛，手欠，我们有的时候就摸摸那个退币的地方，看有没有别人落下的币，然后看看地上有没有别人掉的币。我不知道大家干没干过这种事啊。那天我刚一摸那个退币的地方，就听身后有人说：“干嘛呢？”吓了我一跳，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拆星球的那个家伙。我说我没干嘛呀，他说问你干嘛呢？你说没干嘛，跟我走一趟。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家伙应该是当时游戏厅看场子的人他把我带到了里面的一个办公室，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他跟别人说，这小子在那儿偷东西呢，要不就撬东西呢。我肯定没干这种事嘛，我就是摸了一下退币的那个东西。但是我当时刚上初1啊，一个13、14岁的孩子，面对一个比我大7、8岁的一个家伙，他又拆过星球，而且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一帮人围着我，把我给吓坏了。我说我真没偷东西，但是他不听啊，他就一口咬定我当时在做一些什么勾当。这时候我那个同学已经溜了啊，不用说他，要是我也溜。
我在里面站了好久，他不让我走，而且特别不巧，我那天带了学生证，一看，哎，你是 GZ 中学的，这样吧，把你们老师叫来，要不让你家长过来领你，这2样你选一个，你看怎么办？这2样我还选一个，本来学校不让我们去游戏厅，让老师来领我，那还能有好结果吗？而且让学校知道了，那我爹也得知道，那换一个让我爹来领我，那我爹也不让我来游戏厅啊，那回去肯定是一顿胖揍啊。我说那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呀？因为当时害怕，我只想赶快解决这件事。他说别的解决办法也有，你交50块钱罚款。50块钱呀？他怎么知道我当时就存了50块钱呢？那是在1990几年呀，对一个初中生来讲，攒50块钱多不容易啊！那点钱对我来说，不敢说攒了1年，但是好几个月肯定是有了。那都是家里平时偶尔给的1-2块钱，或者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辛辛苦苦攒了50多块钱啊！但对于我当时那个状态，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敢告诉学校，我也不敢回家告诉我爹，我只能认栽。我说我交罚款。他把我的学生证扣下了，把我放走，说回家取钱，过来交50块钱，把学生证还给你。我灰溜溜的骑车跑回家，我爹在家呢。我偷偷的跑进里屋，我的钱呢藏在柜子里的一个小盒子里。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大概50多块钱吧。我还得骗我爹说我再出去一趟啊，跟我同学再玩会儿去。等我骑着车回到了西单，上了顶层，我找到了那个家伙，然后从身上翻出我所有的积蓄。我说50块钱在这儿呢，把学生证还我吧。这件事才算了了。哎，你想想我一个13、14岁的孩子在当时能干什么呢？我仅仅摸了一下退币的那个口，我觉得他当时看到了，可能就是故意找茬嘛。后来呢，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去那个游戏厅。这件事呢，在我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啊！这50块钱呢，我觉得当时他们至少半个月的收成算是有了。好了，这就是我之前在西单游戏厅非常惨痛的一次遭遇啊，分享给大家。订阅点赞毛怪老师，我们